魏婴道：那阿英把大阿英和大蓝湛桌子合并到一起。蓝湛点了点下颌，见蓝湛同意，魏婴用灵力将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桌子拼到一起，却见魏无羡往外走，用凌波微步移到魏无羡面前。魏婴仰着小脑袋瞪着魏无羡：你做什么去？魏无羡指了指粘在一起的双唇。魏婴歪头大笑：哈哈哈哈哈！你被战哥哥禁言了。蓝启仁道：忘机，解开魏无羡禁言。蓝忘机颔首，刚能说话，魏无羡就问魏婴：你把江城怎么样了？哼了一声，魏婴道：大阿英，你怎么满脑子江家人？魏无羡解释：小阿英，江叔叔收留我，与我有恩，而我与江城从小一起长大。魏婴疑惑：你和江城从小一起长大？这不可能呀。魏无羡道：是真的。魏婴道：那你是几岁被江风眠收养？魏无羡道：9岁。魏婴道：9岁的你已经是大孩子了，算不上与江城从小一起长大。不对，江风眠竟然派人在夷陵暗中监督了你5年，才把你带回江家。魏无羡彻底懵了：小阿英，你意思我在夷陵流浪时，江叔叔一直派人监督我？魏婴道：对，我和师父都可以作证。不会的。魏无羡不信，江叔叔不是那样的人。魏婴道：他就是。不仅如此，他还和他夫人害死了我们的爹娘。关于这一点，师父和我还有战哥哥都可以作证。若你还不信，我们可以与江风眠与紫渊这对坏夫妻对峙。还有我和师父回溯到第一个世界的留影时，也可以让你看清江风眠与紫渊的丑恶嘴脸。魏无羡立即道：你把留影石给我，我现在就要看。魏婴拒绝：不行，师父让我和你还有战哥哥好好听蓝先生上课。默了一瞬，魏无羡道：下课后你记得把留影石给我看。魏婴打了个响指，一言为定。回到座位，魏无羡听魏婴问他：为何只有你和你家战哥哥站着，其他人却坐着？魏无羡道：你师父掉下来时，我和蓝二公子正被蓝先生提问。魏婴道：蓝先生问你什么问题呀？魏无羡道：他问我今有一刽子手，父母妻儿俱全，生前斩首于100人，横死市井，曝尸7日，怨气郁结，作祟行凶，何如？听了魏无羡的话，魏婴小声：那你和你家战哥哥怎么回答？闻言，魏无羡默了一瞬，把他和蓝忘机的回答同魏婴讲了一遍。魏婴道：你家战哥哥回答得很标准，你则是物尽其用。可是，魏婴顿了顿：你们有没有调查过那名刽子手生前斩首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还是深蒙不白之冤？他又为何会横死市井？作祟行凶是为了给他自己报仇，还是无差别攻击？魏无羡一愣，蓝忘机若有所思，虽说度化前提条件，试了其生前所愿，化去执念，可几乎没有修士会去追究那么细节的问题。诚如魏无羡所言，若那刽子手的执念不是的一件新衣裳，而是要杀人满门报仇雪恨，他们选择镇压的话，只怕那刽子手心中怨气更大，报复心更强，选择灭绝，那刽子手将失去转世投胎重新做人的机会。扬起眉心，魏婴道：怨气确实可以处于丹府劈山填海，但修炼怨气如火中取栗，容易让修炼者损身损心，是以心性不过关的人最好不要修炼怨气，即便心性过关，也需要别的功法加以铺助，如此才不会被怨气反噬。魏无羡瞪大双眸：小魏婴，你不觉得修炼怨气是邪门歪道？魏婴道：那得看修炼怨气的人是行正义之事，还是戕害他人乱杀无辜。魏无羡点点头：有道理。扫了一眼魏无羡，魏婴道：大阿英，你的金丹有些脆弱，经不起怨气的洗礼，若你想要修炼怨气，必须强健体魄，不然一不留神你就会被怨气侵扰。魏无羡摸了摸鼻子：我没说要修炼怨气啊。魏婴故作深沉：世事难料啊。魏无羡，你们俩嘀咕完了没？蓝启仁盯着终于停下来的大小魏婴。魏婴嘿嘿道：嘀咕完了，蓝先生。魏无羡跟着道：嘀咕完了。蓝启仁道：那老夫刚刚讲了什么？魏婴和魏无羡异口同声：蓝氏家规。蓝启仁道：哪几条？与魏无羡对视一眼，魏婴去看蓝湛。蓝湛起身：叔父，
您刚刚讲的是2300到2333。瞪着蓝湛，蓝启仁表示，老夫问你了，你就起来回答。魏婴拍手，湛哥哥好厉害哦。蓝湛，阿英，你也很厉害。魏无羡，小蓝二公子好贴心，不像大的老是冷着一张脸，对他爱答不理。蓝忘机，他小时候有这么主动。示意蓝湛坐下，蓝启仁继续念家规。然而不到一盏茶功夫，魏婴就闭着眼睛趴在桌子上，嘴里发出夫声。魏无羡则头昏脑胀，支着额，频频点头。蓝湛、阿英和大阿英都睡着了，希望叔父不要看过来。蓝忘机也不知叔父有没有听到小魏婴嘴里发出夫的呼噜声。蓝启仁不说话，却睡觉，睡就罢了，还打着小呼噜。他们蓝氏家规就这么催眠。聂怀桑不愧是魏兄，大的小的都睡了，他是不是也可以眯一会？其他学子啧，这俩还真是魏无羡，都听睡着了。在空间里的萧峰说好的，好好听课呢。萧大王，我敢打赌，好好听课的只有大小蓝二公子，谁让蓝先生上课讲家规？萧峰，我记得书里写这家规是蓝启仁念给魏无羡听的。原来蓝先生这么有先见之明。萧峰，知道魏无羡以后要进蓝家。萧峰，可惜魏无羡左耳进右耳出，在藏书阁抄那么多遍家规，只过手不过脑，还偷工减料，有关墨额的家规内容没记到重点上。萧峰迷迷糊糊地挨到下课，蓝启仁一走，魏无羡就推还趴在桌上睡觉的魏婴，醒醒。魏婴了一声，抬起小脑袋，下课了。魏无羡道，你把刘影石拿出来我看。魏婴扬起脸，你先帮我把师傅在屋顶上砸出的大洞洞修了。魏无羡道，你师傅让你和小蓝湛修，又没有让我修。魏婴鼓嘴，你忍心看我和湛哥哥这小胳膊小腿在屋顶上倒腾？魏无羡道，小蓝湛我不忍心，但你我非常忍心。魏婴用鼻子哼了哼，你就不能对7岁的自己好点儿？魏无羡道，别废话，我要看刘影石，你再啰里吧嗦，我就去找江城。挥了挥拳头，魏婴道，你敢找江城，我就和湛哥哥把你摁在地上揍，保证把你揍的你家湛哥哥都不认识。噗嗤，魏无羡笑了，他问，小蓝湛还会跟你一起揍人？魏婴道，会呀，不过一般我揍人，湛哥哥负责放风。魏无羡取出刘影石，魏婴递给魏无羡，有看不明白的地方，记得上屋顶问我。说完，魏婴走到一直等他的蓝湛身旁，拉住蓝湛的手，笑意盈盈的道，湛哥哥，我们去屋顶上瞧瞧。蓝湛提醒，没有瓦。魏婴拍着额头，那阿英和湛哥哥先去采一镇买瓦片。蓝湛了一声。这时蓝忘机走过来，不必。魏婴眼睛一亮，大湛哥哥，是不是云深不知处有备用的瓦？蓝忘机道，否。魏婴道，那是已经有人去买了。蓝忘机点头。